再不下蛋，俺就把你炖了。我学着别的鸡优雅地蹲了下去，突然尾巴一热，坏了，吓出火来了。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个天天嚷着要炖了我的老太太，后来会为了我连命都不要。我更没想到，第9次涅槃缺的从来都不是一把火，我是9天之上的凤凰，如今却成了鸡圈里的赔钱货。第9次涅槃失败，神火暴走，坠落凡间之时，脑袋重重磕在一块凡石上，修为尽散。再次睁开眼，我已被一双粗糙却温暖的手托起。哎呦，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芦花鸡，长得可真俊！我当场就急了。我不是，我没有，你别胡说，我是凤凰。可传进他耳朵里，不过是一阵虚弱的咕咕声。就这样，我被在山脚拾柴的王大娘一把抓住翅膀，直接拎回了鸡圈。从那一天起，我多了一个足够让我凤族列祖列宗都沉默的新名字——俊俊。偌大的院子只有他一个人，还有满院真正的芦花鸡，而我是最格格不入的那只。鸡圈里的老住户显然不欢迎我，领头的大公鸡炸着羽毛，迈着六亲不认的步子朝我逼近，显然是要给我点颜色看看。我虽法力尽失，但神兽威压仍在，只冷冷瞥了他一眼。他脚下一滑，扑通一声摔了个狗啃泥。从那之后，我在鸡圈里的地位仅次于每天喂食的王大娘。可麻烦很快就来了，我根本吃不惯这些粗粮，大娘撒的玉米粒和菜叶闻着就反胃。最初几天我还勉强撑着，后来饿得眼前发黑，只能偷偷跑到墙角啄几口带着微弱灵气的野草续命。别的鸡一天比一天油光发亮，我却瘦得皮包骨。偏偏我羽毛生得漂亮，王大娘越看越喜欢，逢人就忍不住炫耀。瞅瞅俺家俊俊，这毛亮得跟绸缎似的。我表面不屑，心里却很受用，夸得还挺到位。但比起羽毛，让王大娘更伤心的是另一件事。我不下蛋，鸡圈里的母鸡每天咯咯叫，像打卡一样准时，唯独我每天除了发呆还是发呆。王大娘看我的眼神越来越古怪，终于有一天，她把我拎起来，对着我的屁股研究了半天。奇了怪了，明明是个母鸡，咋就不下蛋呢？大娘属实有些冒昧了。偏偏这时候，隔壁张婶子又来了。王姐姐，你家这鸡养这么久了，还没下蛋呢？王大娘老脸一红，硬撑着面子。俺家这只是晚熟。为了让我早点成熟，大娘开始给我开小灶，拌了香油的小米野菜，切碎的蚯蚓，还有她自己都舍不得吃的鸡蛋羹。我盯着那碗鸡蛋羹，流下了屈辱的泪水。我堂堂凤凰，如今竟然要靠吃鸡蛋来催自己下蛋，简直奇耻大辱。大娘根本没把我当外人，按着我的脖子就往碗里塞。我就那么一不小心尝了一点点，然后含着泪把整碗吃干净了，味道居然还不错。就这样，我的日子渐渐好起来。别的鸡挤在鸡圈，我能进屋子；别的鸡吹冷风，我能跳进他怀里取暖。他逢人就说我通人性，可张婶的一句话还是狠狠扎进他心里。再俊有啥用？养鸡是为了下蛋，不下蛋的鸡就是赔钱货。从那天起，王大娘看我的眼神彻底变了，她不再纵着我睡懒觉，而是天不亮就把我从暖和的被窝里拎出去，扔进鸡圈，指着旁边刚下完蛋的母鸡认真教学。俊俊啊，你学着点儿，屁股一撅，一个蛋就出来了，多容易。我抬头用看傻子的眼神看着他。我是凤凰，不是鸡，我下的蛋叫涅槃之卵。可我开不了口，只能发出一连串无能狂怒的咯咯声。大娘显然误会了我的意思，以为我在回应她，欣慰地拍拍我的脑袋。这就对了，好好学，大娘等着你的头窝蛋呢。于是我被迫开始了自己的下蛋学习。身旁一只肥瘦的芦花鸡高傲地叫唤2声，随即屁股一抬，一枚圆润温热、白生生的蛋就滚进了草窝里。看起来确实不算太难。我找了个最干净的窝，优雅地蹲了下去，气沉丹田，屏息凝神，尾巴微微一抬，下一秒，我整只鸡都僵住了。一小簇火苗正从我的尾羽上蹭的一下冒出来，坏了，是涅槃之火！我法力尽失，根本压不住体内那点残火，干草瞬间着了，鸡圈一下乱成一锅粥，鸡飞狗跳，浓烟滚滚。王大娘提着一桶水冲过来，一边泼一边骂：“那个挨千倒的，在俺鸡巢里放火！”当他看到火源是我那烧焦了半截的尾羽时，沉默了。他拎着我的脖子，把我从一片狼藉中提溜出来，跟刚从灶坑里爬出来的没什么两样。他一把揪住呆若木鸡的我，气得浑身发抖。不下蛋就算了，你还想把家给点了？那天我第一次挨打，他拿鸡毛掸子象征性抽了我2下屁股，虽然不疼，但侮辱性极强。堂堂凤凰被一个凡人老太太打屁股，可看着大娘被熏得灰头土脸，心疼地检查着那些被吓傻的鸡，我心里的火气又莫名其妙地消了。罢了，是本神鸟对不住他。可2个月过去，我还是没下出半个蛋，而且越来越能吃。终于有一天下午，王大娘站在鸡圈门口盯着我看了很久，然后转身进屋，再出来时手里多了一把菜刀。俊俊啊俊俊，你瞅瞅你，吃的比谁都多，长得比谁都俊，咋就是不下蛋呢？他一边说，一边在磨刀石上磨刀霍霍。今天太阳落山前，你要是再下不出一个蛋，咱们的缘分就到此为止了。
俺家祖传的铁锅炖大鹅一绝，想来炖鸡味道也不会差。整只鸡心当场就凉了一半，求生的本能压倒了凤凰的尊严。我再次学着旁边那只正在下蛋的母鸡，绷紧了全身的肌肉，视死如归的抬了抬屁股。我努力过了，真下不了一点。眼看太阳一点点吸血，菜刀在夕阳下亮得我凤皮发麻。我灵机一动，两眼一翻，四脚朝天，当场装死。王大娘先是一愣，随后赶紧把我抱回炕上，她轻轻地碰了碰我。俊俊，你别是真气死了吧？我一动不敢动，连眼皮都不敢眨。他摸了摸我的鼻息，又摸了摸我的心口，长长叹了口气。炖啥炖？俺就是吓唬吓唬你，不下蛋就不下蛋吧，咋还学会装死了呢？养了这些日子，俺也舍不得。再说了，你这毛拔了怪可惜的。我那颗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原来是刀子嘴豆腐心。可紧接着他又低低说了一句：“俺苦命的闺女，要是还在，肯定也喜欢你。”我一下愣住了，那一晚我才知道，他原本是有一儿一女。老伴前些年上山采草药，失足跌下了山崖，儿子出生没几天就因为胎里不足，不过周岁离他而去。他的闺女10几岁时生了一场重病，也没了。所以这小院里最后只剩他自己和一群鸡。难怪他总爱抱着我絮叨，明明嘴上喊着炖鸡，却舍不得真动刀。那一晚我安安静静趴在他怀里，第一次觉得做一只被他当鸡养的凤凰，好像也没那么坏。可我刚心软没多久，麻烦就自己找上门了。村里的地痞刘二麻子带着人堵到了家门口，刘二麻子一脚踩在板凳上。王寡妇，我再问你一遍，这地你卖不卖？王大娘瘦小的身子挡在前面，像一只护崽的老母鸡。不卖，这是俺当家留下来的地，给多少钱都不卖。哼，谁不知道你家老王头就是个窝囊废，死了也是活该。你守着这几亩破地有什么用？你一个寡妇还指望能出金子来？你混账！不许你侮辱俺当家的！我就侮辱了，怎么着？刘二麻子一脸嚣张，上前一步，一把推在王大娘的肩膀上。王大娘一个踉跄，直接摔倒在地，额头磕在了石头上，瞬间就见了血。大娘，我惊叫出声，但发出的依旧是咕咕的鸡叫。刘二麻子一眼看见我，哟，这只芦花鸡不错，抓回去正好下酒。他狞笑着朝我走来，伸手就要抓我。王大娘想都没想，抄起菜刀挡在了我前面。这是俺家的鸡，谁也别想抢走！那一瞬间我愣住了，我以为在这个火烧眉毛的节骨眼上，大娘会毫不犹豫地把我交出去，没想到她竟然会为了我这个赔钱货去得罪地痞。刘二麻子被菜刀逼退一步，顿时恼羞成怒。好你个王寡妇，敬酒不吃吃罚酒，给我上，把那只鸡给我抢过来，我看他一把老骨头能怎么样？谁敢动俺家俊俊，俺就跟他拼命！看着他那瘦小却死死护着我的背影，一股莫名的暖流在我心中涌动，随即化为滔天的怒火。区区凡人也敢欺负我的人了！我发出一声嘹亮高亢，完全不像鸡叫的鸣啼。一道微不可见的金色火星从我嘴里喷出，精准地落在了刘二麻子那儿精心打理的八字胡上。他胡子着了啊！我的胡子着火了！两个家丁手忙脚乱地帮他灭火，王大娘都看傻了。她看看我，又看看满地扑腾的刘二麻子，喃喃自语：“天爷，你这是长眼了！”刘二麻子连滚带爬地站起来，指着我：“你这只鸡是妖怪！”说完，他再也不敢停留，带着两个家丁屁滚尿流地跑了。大娘手里的菜刀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我赶紧扑棱着翅膀跑到王大娘身边，用我的头去蹭她的腿。王大娘没有理会自己的伤口，而是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手还在不停地发抖。俊俊，你没事吧？没吓着吧？我摇了摇头，用脑袋蹭了蹭她的额头。大娘长舒了一口气，随即又皱起了眉，盯着我，满脸困惑。刚才那火真是老天爷放的？我咯咯叫了2声，算是默认，总不能告诉他是我放的火吧？万一他把我当妖怪烧了怎么办？从那以后，他再也没逼我下蛋，反而继续给我开小灶，还给我搭了个专属的铺着柔软甘草的鸡窝，美其名曰别让那帮秃毛鸡把你漂亮的羽毛给啄坏了。那些芦花鸡对此敢怒不敢言。秋去冬来，鸡圈冻得厉害，别的鸡挤成一团，抖得像筛子。气出我待在我的鸡窝里，那群冻得快要归西的鸡不屑一顾，可他们实在吵得我睡不着。没办法，我只能屈尊降贵，卧到鸡群中间，散出一点暖意。毕竟我是火属神鸟，天生不惧严寒。从那以后，我白天是鸡圈老大，晚上是鸡圈暖炉。王大娘很快发现，这个冬天一只鸡都没冻死。她站在鸡圈外，看着被鸡群簇在中间的我，眼神里充满了惊喜和探究。她不知道，每晚为这群凡鸡供暖，对我而言也是一种修行。我也能感觉到，那点微弱的法力正在慢慢回到身体里。我以为只要再给我一些时间，我就能恢复。可刘二麻子根本不给我们喘气的机会。家里的水缸半夜被砸，菜地刚冒头就被踩烂，饮水的水渠也被人偷偷堵死。正是春耕，没了水地里的麦苗一天比一天黄。王大娘急得嘴上起泡，天不亮就去挑水，晚上回来坐在油灯下偷偷掉眼泪。老伴儿啊，
是俺没用，连你留下的这点地都守不住。他哭得压抑又绝望，每一声抽泣都像一根针。我蹲在他脚边，用我的头轻轻蹭着他的腿，勉强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还是你好，有你在，俺好歹还有个说话的伴儿。那一刻，我第一次真真正正的想，我得恢复。于是每天深夜，趁他睡着，我都偷偷溜到院子里修炼。月光下，我单脚站上墙头，展开翅膀去引天地火灵之气，姿势很优雅。结果下一秒，扑通从墙头栽了下来。寄身修炼却是不太讲道理。更糟的是，我偶尔练着练着，嘴里还会往外冒火星。9天半夜，院角的柴堆就被我点着了。王大娘连鞋都没穿，提着水桶冲出来灭火。灭完火，她一手黑灰，一手把我拎起来。俊俊，你又调皮。我耷拉着脑袋，已经准备好挨骂了，可他只是长长叹了口气。你这只惹祸精，俺真是上辈子欠了你的。他把我抱回屋，仔细检查我有没有被烧伤，一点点擦掉我羽毛上的灰。家里都这样了，你还给俺添乱。我把头埋进他怀里，心里难受的发紧。大娘，我不是想添乱，我是想帮你。从那以后，我不敢再轻易修炼，只能白天偷偷往后山跑，想找点能恢复法力的东西。找了很多天，终于让我在悬崖石缝里发现了2株赤阳枝。那东西算不上仙草，可对现在的我来说已经是宝贝了。我费了老大劲，啄下一株，自己吃了另一株，死死啄在嘴里，连滚带爬往家赶。天黑时，王大娘正站在门口焦急地张望着，看到我回来，先是一愣，随即又气又急地跑过来，把我一把抱住，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哪儿去了？你想急死俺啊！俺以为你被黄鼠狼叼走了。他检查我没事后，才注意到我嘴里的赤阳枝。天老爷，这么大的火灵芝，俊俊，这是你找到的？我得意的咕咕叫了2声，把赤阳枝往他怀里推了推。王大娘抱着那株赤阳枝，激动的手都在抖。要拿去镇上卖，修水渠、买牛、翻房子都够了。他抱着我，在我脑门上亲了一口。俊俊，你真是俺的福星。看着他终于笑起来，我也跟着高兴。可让我们没想到的是，这株灵芝不是好运，反而带来了更大的灾难。第2天天不亮，王大娘就背着灵芝去了镇上，临走前还摸着我的脑袋，脸上是许久未见的轻松笑意。俊俊，在家乖乖的，俺回来给你带好吃的。我蹲在门槛上，目送着他瘦小的身影消失在村口的小路上，心里盘算着，等大娘卖了钱，日子好过了，我也能安心修炼，早日恢复法力，带他过上更好的生活。可等来的却是一脸煞白的邻居张大婶。他来到院子里撒下吃的。王婆子出事了，镇上回春堂非说她偷了他们的镇店之宝，人赃并获，当场就被抓进大牢了。偷怎么可能？那灵芝明明是我从山里叼回来的。张婶子越说越气。刘二麻子也在场，就是他指认的，还说亲眼看见王婆子偷东西。俊俊，老太婆特意叮嘱过你不爱吃那些，让我专门给你吃她后山拔的野草。你这龙化基哦，她可是真放心不下你。我脑袋嗡的一下，又是他，身体里那点刚恢复的法力在怒火的驱使里一下炸开。我转身就朝镇上冲了出去，身后隐隐传出张婶子的声音：“你去哪儿？你要是丢了，王婆子在新城成啥样？”巡检府的大门口，我听见刘二麻子正跟他做巡检的舅舅得意洋洋：“舅舅，这次可多亏您了。那王寡妇敬酒不吃吃罚酒，等那老贫婆进了牢，她家的地就是我的。嘿嘿，再把那只漂亮鸡抓回来给您下酒。”听到这里，我当场就炸了，一声凤鸣硬是从嗓子里冲了出来。这一次不再是鸡叫，热浪翻涌，朝巡检府的大门席卷而去。门口2个衙役当场被震得坐在地上。我趁乱冲进大牢，一路找到最里面那间牢房。王大娘正缩在角落里，头发乱了，衣服脏了，额头上的伤也发炎了。她听到动静，缓缓抬起头，眼泪一下就掉下来了。俊俊，你怎么来了？你快走，这里危险，是刘二麻子陷害俺。你快跑回山里去，别让他们抓住你。都到这个时候了，他惦记的竟然还是我。我后退一步，死死盯住那把铜锁，准备拼了，哪怕烧干最后一点本源，也要把这牢门烧开。可就在这时，一道清冷的声音从后面传了过来：“都给本世子让开！”火把亮起，脚步逼近，我回头就看见一个悬衣青年带着人走了进来。他腰间佩剑，身上有一丝很淡却很纯的龙气。后来我才知道，这位晋王世子萧凌渊本就是为查黑风峰附近的异动，才微服到了镇上。我这一闹，倒正好撞到他手上。他扫过牢里，目光落到我身上时，明显停了一瞬。我心里一紧，立刻收敛了所有外放的气息，把自己装回一只平平无奇的芦花鸡。接下来的事发展的快得吓人。这位晋王世子萧凌渊3言2语就把回春堂掌柜刘二麻子，还有他那个巡检舅舅全扒了个干净赃物，本不是同一株。所谓人赃并获，更是栽赃设局，案子当场就翻了。等人都被拖下去后，他才走到我面前，弯下腰，目光与我平视，用神念传音道：“小家伙，委屈你了。想不到竟会在此处得见凤家。”
我心头一震，紧张地盯着他，他似乎看出了我的警惕，微微一笑。凤家不必惊慌，在下并无恶意。原来他母妃有龙族血脉，能感应凤息。萧凌渊提出带我回王府，说那里有灵物药泉，能助我恢复，还说王大娘也会被妥善安置，后半生衣食无忧。那一刻我确实心动了，只要点头，我就能更快恢复，甚至很快回到天上。可我一回头，看到了王大娘那张布满风霜却又无比熟悉的脸，心中涌起一阵强烈的不舍。她在牢里自身难保的时候，还在担心我的安危，于是我摇了头，用微弱的神念坚定地回答她：谢世子好意，但我要留在这里陪着他。萧凌渊似乎有些意外，但最终也没有勉强。他给我留下一块信物，说有事可去四海商行求助，也会派暗卫在附近照看。从牢里出来那天，王大娘一路都像在做梦。回家之后，她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数银子，而是烧了一大锅热水给我洗澡。来，君君，俺家君君在那种晦气地方待了一天，肯定吓坏了。他一边给我擦羽毛，一边偷偷抹眼泪，都怪俺财迷心窍，非要卖那什么灵芝，害你也跟着俺也去遭罪。我舒服的眯着眼，享受着他的服务。其实我一点也不怪他，凡人逐利本是天性，更何况他也是为了我们这个家。有了那袋银子，我们的日子果然一点点好了起来，房子翻了，新田买回来了，油也迁进了院子。从前人人看不起的赔钱货，转眼成了村里人嘴里的神迹。可好日子没过2天，真正的麻烦来了。我的法力恢复得很慢，顶多能飞高一点，能多吐2口火，但离真正恢复还差得远。直到那一天，我在后山瀑布边吸纳灵气，胸脯里突然感到一阵心悸，不对，是魔气。我扑棱着翅膀飞上高处，远远就看见黑风风上空，黑云翻滚，魔气冲天，林中的飞鸟走兽全在往山下逃。这不是小妖作乱，是有真正的大魔要出来了。我心头一紧，王大娘还在山下的镇子里，我拼命往回飞，飞到半路，果然看见王大娘背着药篓，正在山坡上采药。她哪里是去镇上，分明是又偷偷进山，想给我找能补身子的草药。而她身后的树丛里，一只被魔气击中的狼妖已经盯上了她，那狼妖猛地扑出，直奔他后颈。我急得整颗心都要炸开，一声长鸣终于从我嗓子里冲了出来。这一次我终于能叫出凤凰声了。我的身体在半空骤然拉长，羽翼舒展，七彩流光从羽毛间炸开。虽然只是半成的真身，离我全盛时还差得远，可那一刻我终于像一只真正的凤凰了。狼妖抬头看见我，尾巴一夹，转身就跑。我化作一道金红流光落在王大娘身前，张开翅膀把她死死护在身后。她手中的药篓掉在地上，草药洒了一地，人都看傻了。君君，我低头轻轻蹭了蹭她的脸，是我，大娘，怎么样？我漂亮吧？她半天才缓过劲来，握着我的羽毛，眼泪一下就下来了。原来你真不是鸡呀！你这么厉害，为啥还留在俺这儿受这些委屈？我正想安慰她，黑风山方向忽然传来一声震天咆哮：是谁杀了本座的魔奴？不好，正主来了！黑云之中，一个头生双脚、浑身裹着魔气的怪物压了过来，竟是一只未成年的小凤凰。天助我也！本座被镇压1000年，正缺神兽精血恢复元气。小东西，来我嘴里！只一眼我就看出来了，这不是现在的我能正面对付的东西。可王大娘还在我身后，我怎么能退？就在这时，2道剑光破空而来，萧凌渊带着暗卫赶到了。他一剑斩出，龙吟震空，硬生生逼退了那魔头半步。可我也看得出来，他撑不了多久，我更撑不了啊！于是我咬着牙卷起大娘，顺带把萧凌渊也护进翅下，用最后一点神力遁回了家。落地的下一秒，我又重新变回了那只芦花鸡。院子里一下安静的有些诡异。从那天起，萧凌渊索性住了下来。他说自己已经派人回京求援，可担心那魔头卷土重来，在援兵到之前，他只能先守在这里。而我则一边养伤，一边反复思考着渡劫前族中长老说过的一句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星火不灭，即可永生。难懂真难懂。王大娘知道我的身份后，反而比从前更小心了，不再逼我下蛋，也不再拿鸡毛掸子吓我。她总怕打扰我养伤，走路都放轻了动作。萧凌渊每日派人送些带灵气的吃食过来，可对于要涅槃的我来说，还是远远不够。我知道未经破局之法，只有我完成涅槃。可还没等我悟出来，黑煞就又来了。还好那天一早，我特意让萧凌渊想办法把王大娘支去镇上。我以为只要他不在，我就能放心拼命。可黑煞刚落到院里，看见蹲在草垛上的我，竟先笑出了声。前几日还有几分凤凰样，今日怎么又成鸡了？凤家，您先退后，我先来。萧凌渊横剑挡在我前面，声音发沉：你一个人挡不住的。哈哈哈哈！不用让来让去，本尊直接把你们秒了。说着他就要动手，可就在黑煞动手的前一瞬，院门突然被人撞开，王大娘气喘吁吁冲了进来。不许你伤害俺的君君！君君，
你又支开俺老婆子一个不怕的。我整只鸡都傻了。不是，你回来干什么？这可是魔尊。可下一秒，这个瘦小的凡人老太太竟真的张开双臂挡在了我面前。你这个大怪物，别欺负俺家俊俊！他举起菜刀，用尽全身力气朝黑煞扔了过去。那把反铁菜刀甚至还没碰到黑煞，就被护体魔气搅成了碎片。蝼蚁。可他没有看到，就在那把菜刀被搅碎的瞬间，一滴鲜血从大娘扔刀时被划破的手指上飞溅出来，落在了我的身上，就是那一滴平平无奇的凡人血。当它融入我身体的瞬间，我却感觉到一股前所未有的温暖而磅礴的力量从我血脉的最深处被唤醒，是我与王大娘之间这2个多月朝夕相处所建立起来的最纯粹、最真挚的情感羁绊。我终于明白了，凤凰涅槃所需要的，从来都不是什么天地灵气，而是守护的决心。黑煞，你万不该动了我想守护的人。我这副芦花姬的身体在金色的火焰中寸寸消融，化为灰烬。一个全新的、更加强大、更加完美的生命正在浴火重生。这是涅槃之火，不可能！你怎么可能在这种状态下引动涅槃？可怜虫，没人爱你哦！以我凤族之名，看你魂飞魄散！涅槃之后的神力就是好用，神火落下，魔头扑棱了没几下，就在这世间消失了。我缓缓收敛神光，从9天之上降落，重新化作人形。我一步一步走到王大娘面前，她整个人都看傻了。我轻轻喊她：“大娘。”她的身体剧烈的颤抖了一下，眼睛才一点点亮起来。俊俊，你怎么变得更俊了？大娘，我不叫俊俊，我叫凤罗音。好，好，好！恭喜凤家涅槃重生，修为更胜往昔。这次多谢世子出手相助。那天晚上，王大娘做了一大桌饭，她看看我，又看看桌上的碗筷，有点局促。音儿啊，你现在成神仙了，还能吃俺做的饭不？只要是大娘做的，都吃。那就多吃点儿，慢点吃，别噎着。萧凌渊后来处理完后续，便向我告辞。临走前，他看着我欲言又止。凤家，日后若有闲暇，可来京城靖王府一叙。这才恋恋不舍的御剑离去。小院里只剩下我和王大娘。他小心翼翼地问我：“音儿啊，你还能变回俊俊不？”我看着他，心中一暖。我知道，比起这个高高在上的神仙模样，他更怀念的是那只会被他骂、会给他惹祸、会陪他说话的芦花姬。我笑了笑，摇身一变，光芒闪过，我又变回了那只羽毛油光水滑、看起来威风凛凛的俊俊，扑进了他怀里。俺的乖俊俊，还是你这个样子，俺抱着习惯。从那以后，我白天还是俊俊，陪他种田赶集晒太阳。只不过现在我打个喷嚏，麦苗就能长快一截。村里人一开始震惊，后来慢慢习惯了。山里的灵气越来越浓，泉水越来越甜，村子也越来越兴旺。一晃就是50年。那天清晨，他像往常一样给我拌好了小米，却没有像往常那样絮叨个不停。他只是坐在院里的槐树下，静静看着我，轻轻地开口：“俊俊，俺昨晚梦见你大爷了。”我心里咯噔一下，他还是年轻时候那样，站在桥那头朝俺招手。俺还看见了妞妞，还有阿远，他们都在。他说着说着，脸上竟带了点笑。俊俊，俺要走了，对不起啊，不能再陪你了。我化作人形跪在他面前，紧紧握住他的手。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抬起手替我擦掉眼泪。傻孩子，哭什么？能有你陪俺这50年，俺这辈子值了。自从捡到你，俺就成了天底下最幸福的老太太。你别怪俺当初总吓唬你说要炖你，俺也就是嘴上说说，俺舍不得。下辈子还来俺家好不好？我低下头，一滴滴金色的眼泪落在他干枯的手背上。大娘缓缓地闭上了眼睛，脸上带着满足而安详的微笑。那棵老槐树的叶子无风自动簌簌落下，像是无声的哀悼。我把她葬在后山，葬在她丈夫和孩子们身边。凤主大人，听闻您法力无边，不知这世间可有您害怕之物？有啊，我怕有人让我下蛋。